所以你杀掉我的孩子，也是道上朋友帮你摆平的吗？什么？无聊，干什么？小米拉，你怎么会帮他？因为小米拉一开始帮的人是我。这是什么？他偷了公司至少500万，这里面就是证据。小米拉，温亮也不是真的爱你，不过是爱你家的钱而已。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。小米拉，我早就说过，你和我没有什么不同，都只是受害者而已。所以，你要帮我。我该怎么帮？你只需要把我在收集证据和我能控制你的事情告诉温亮，你就告诉他，你已经有了反过来控制我的方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让他永远都翻不了身。当然，如果他还残存了一丝人性的话，我的计划就不会成功。我只要像你说的这样做就可以了吗？对，你不是说过对不起我吗？就当是补偿。顺便让你看看温亮究竟是什么人。这个铜镜你到时候记得交给温亮。为了防止温亮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，我会让公汉陪你一起去找我。好。哎，等等，静姐，到那时候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啊。放心吧。没想到文亮，你居然是这种人！小米拉，我那么相信你，你为什么要帮江一静？还不是因为你蠢。还有这面铜镜，它也不是什么媒介，它只是一个隐藏的窃听器而已。你刚才说的话已经全部被录下来了。公汉，哎，还有那张巨额保单也是假的，你也不想想，这么多年我为了你，我哪有钱给自己买什么巨额保险？怎么样，我的 PS 技术还不错吧？不过大哥，你这心是真大呀，连保单真伪也不鉴别一下吗？温良，其实事情不发展到这个地步，一切都还有余地。但是现在，巨额保险加上谋杀未遂，觉得你能判几年？我怎么会看上你这种人？文良，我现在想到你我就觉得恶心。是我自己做的吗？是你们逼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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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们逼我的！温良，你进去好好改造，出来以后还是可以继续生活。继续生活，我什么都没了，我他妈什么都没了，我拿什么生活啊？你妈呢？想想你妈妈，没有你她怎么办？你知道的，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爸就跟别的女人跑了，是我妈一个人抚养我长大，所以我发誓，不惜一切代价要出来到底。但你还是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人。姐姐，其实这些年
真的对我挺好的。是我毁了我们，也毁了我自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姐，我爱你。医生刚才来过了，说他只是撞到外墙，膝盖骨裂，没什么大碍。作孽呀！我儿子要不是认识你，他怎么会这么倒霉？都是你害的。我知道您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不容易，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。养孩子不是只有吃得好、成绩好就够了的。温亮从小没有被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才会做了这么多荒唐的事情。你个生不出我儿子的东西，还来教训我！你还不知道吧？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温亮害死的。什么？就是因为您说有孩子不能分手，温亮就亲手杀了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您一直想让他成为你期望的那样，出人头地，却从来不告诉他怎么做是正确的，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善良的人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儿子是大老板，我儿子是上过名牌大学的，你胡说！妈，儿啊！妈，够了。您看看温亮现在的样子，如果您能在他成长路上多一些指引，他怎么会变得偏执，变得如此自私？儿啊，都怪妈，都是妈不好，妈糊涂呀！江一姐，我能问你个事儿吗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我选择了和你不同的路。带走。一切都结束了吧？也谢谢你啊，小米拉。你不怪我就好了。以后啊，长点心吧。对了，我爸跟我说他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，让我继续雇佣你。怎么样？继续留下来和我一起经营公司吧。你就不怕我再魂穿到你身上，控制你的公司啊？说到这个，你现在看到了什么？江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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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这一系列的心理治疗非常的有效。在你创作的小说结尾，主角们也都找到了自己。其实，就是我瞎写的。怎么能说是瞎写呢？我提出了这个写作疗法，是基于人们会在创作的时候表明自己的心声，这同时也是一种释放。我认为你和小说里的主角一样，从上一段失败的感情中走了出来。确实，我在写的过程中心情好了很多。而且我觉得这本小说是真的很精彩，尤其是关于镜子的意象。看来你很擅长在生活中取材嘛。我觉得你能继续写下去。谢谢你，肖医生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
江小姐，我就只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就是下次能别把我写成反派了吗？啊，一定，一定。哦，还有，就是在这本小说中的角色，在现实中都有原型吗？我找回了自己。当我鼓起勇气面对一切时，才发现我恐惧的并不是镜子，而是我的心魔。感情的伤痛让我有太多的假想敌，对过往的执念让我始终深陷于它。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生活中不只有黑暗，人生的价值也不仅依附于爱情。当我放下执着，放过他人时，我就是自己的光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去迎接无数种的可能性，去迎接崭新的人生。你好，能请你喝杯咖啡吗？夜晚的星辰是我的心情，扰乱我的梦。我在黑夜